大家好，我是 Tony。今天的 Tony 开讲，我想要来聊一聊最近发生虎头蜂攻击登山队伍，造成伤亡的意外事件。我们登山客都晓得，秋天是虎头蜂繁殖的季节，所以在这个季节，虎头蜂特别具有警戒性，也最常容易发生虎头蜂攻击登山客的这种意外事件。那么在这个季节登山，我们要怎样才能避免遭遇虎头蜂的攻击呢？也有人问我说，万一遇到虎头蜂攻击的时候该怎么办？那这个问题我就没有办法回答你了，因为我登山超过20年，从来没有被虎头蜂攻击过，所以没有任何实战的经验。所以关于这个问题，我建议大家还是搜寻网络的资讯，有很多的专家还有医生提供了一些遭遇虎头蜂攻击的时候该如何自救。那我今天想要分享的只是要如何避免虎头蜂的攻击，因为如果你能够避免攻击，那就不会有后续的问题，如何自救、如何处理伤口的问题了。过去20年来，我听过的虎头蜂攻击登山队伍的情形，大概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色，那就是大队人马。其实虎头蜂并不会那么好战，但是因为大队人马宛如大军压境，所以就比较容易引起虎头蜂的攻击事件。我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比喻好了。我觉得虎头蜂就像我们台湾的空军，是在捍卫领空，保护家园。假设今天有一架共军飞机飞越海峡中线，那我们的空军当然会升空进行警告及驱离。就像我在爬山的时候，偶尔也会遇到虎头蜂的侦察蜂在附近盘绕，这时候我只要赶快快步离开，那就没事了。就像共军飞机，你飞离海峡中线，那就没事了。但是如果你是大队人马在登山，就宛如好像30架、40架共军飞机接连穿越海峡中线，那当然我们空军战机的反应就绝对不同了。在发出警告讯息之后，敌方的飞机竟然一架又一架的飞过来，那我们的空军当然会认为你有不良的企图，这时候可能会立即通知同僚机队，发出警告讯息，共军攻台了。那当然要立即对敌机展开攻击，以保卫台湾了。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个季节遭遇虎头蜂攻击的绝大多数都是属于大队人马的登山队伍。所以在这个季节，如果你要爬山的话，就要尽量避免去报名参加这种大队人马的登山团体。如果你是参加小队人马的登山行程，这样子相对一定会比较安全许多。这时候可能有人会问，那到底要多少人才算是大队人马？那其实这个很难定义。如果这一支登山队伍的成员个个都很有经验，他们行走时队伍也可以拉得很长，分散开来，那么即使是20-30人，也不会给虎头蜂有大军压境的感觉。相反的，另外一支登山队伍可能人数没那么多，但是全部都是被带团的游客，他们都走在一起，而且高声喧哗，这样就容易引起虎头蜂的戒心。而他们却是没有察觉到有虎头蜂在附近，或者是察觉了，但却是反应错误。例如他们有人拿登山杖或是雨伞去挥赶这些虎头蜂，那这样的行为就非常的危险了。就像一架飞越海峡中线的共军飞机，我们的战机升空警戒，而共军竟然开启射控雷达瞄准我们，那我们的战机当然会认为对方是有敌意，结果就互相误判而擦枪走火了。虎头蜂也是如此。这时候或许有人会问，我个人的登山经验不够，必须参加团体行程。如果这个团体行程是包游览车，那一定是大队人马，那怎么办呢？我的建议是，在这个季节参加登山行程，你就尽量跟大家保持一点点距离，可以走在后面一点，不要沿途聊天，对周遭环境保持警戒心，这样子就可以有效降低被虎头蜂攻击的风险了。至于媒体报道有某些山区的登山步道特别危险，例如瑞芳山区的几条登山步道，不过我个人认为这并不是重点，因为过去几年来
发生虎头翁攻击事件的地点，也有很多是非常大众化的踏青路线，例如宜兰的松罗国家步道。不过这些事件共同的现象就是大队人马，所以我认为登山区域、登山路线真的不是重点。有时候一个人爬山反而更安全，因为你沿途会更专注地注意周遭的环境。而相反的，如果是跟着登山团体走，那很多人就想，反正有领队向导带队，那我就是跟着走就好了。也许沿途就只顾着聊天，而不会注意到虎头翁已经在10几公尺外对你保持警戒了。而你这个时候还在高声谈笑，当然会让虎头翁认为你在瞧不起他，你不把他的警告当作是一回事。这时候当然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误会及冲突了。其实虎头翁就像我们中华民国的空军一样，是理性而且自治的。他的目的是在保卫家园，而不是侵略别人。你只要不要去招惹他，他其实不太会主动攻击登山客。不过当然，并不是你很小心或是很留意，就保证你不会遇到虎头翁的攻击。因为人生就是这样子，世事难料，总是会有意想不到的意外。例如你走在人行道，但是被大楼掉下来瓷砖砸中，所以或许你已经非常小心了，但是你还是会很倒霉的遇到一只心情不好的虎头翁，他就是想要发泄情绪，逢人就攻击，而你只是刚好倒霉遇到他而已。不过这种状况发生的几率其实是微乎其微，所以不值得为此而烦恼。我们该做的是要避免遇到那一些原本可以避免的风险，而却因为我们疏忽或不小心而让它发生了。我今天简单的同理开讲就在这边结束，谢谢收看，我们下次见。最后祝福大家登山平安，顺心如意，拜拜。